这个是618京东笔记本销量排名第一的笔记本 Redmi Book 14，我就很纳闷，这笔记本乍一看啊平平无奇啊，但是一看在京东的实际成交价，让人直呼卧槽啊！买一台零售版给大家看看这个618最热销的笔记本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的，那些冲着的小伙伴们买到的到底是个什么水准的产品。今天咱们这个唠嗑比较放松啊，基本上就咱们说到哪儿算哪儿。先来看看配置啊，我本来想买的这个最便宜的，毕竟跟大家聊一聊，咱买个便宜的就完事儿了。低配的3699，我给大家念念这个配置啊 ：i5-12500X 16G LPDDR5 内存，512G 的 PCIe 4.0 NVMe 硬盘，10寸的 2.8K 屏 ，LCD 的，还是 DC 调光120赫兹，这个屏幕良心了啊！其他配置还有指纹识别、开关一体按键、WiFi 6无线网卡、蓝牙 5.2 100瓦的氮化镓充电器、背光键盘、全金属外壳。我靠，这不赔钱吗？3699还送一个笔记本双肩背，这个背包啊值个100没问题。实际上3600块钱买到这样配置的笔记本，我直接就要下单了。接着我就好奇看了一下高配版，高配版贵了1100块钱，4799，多送一个无线鼠标，那就贵了1000块钱呗。这个高配多了1000块钱，升级了 i7 的 12700X， 多了2个大核啊，注意是性能核，不是能效核。核显从 i5 的 80EU 提高到了 96EU， 核显频率从 1.3G 赫兹提高到了 1.4G 赫兹。你以为就这2个区别？我认为的重点区别来了啊！当然了，大家可能觉得一点都不重要，但这个极微小的这个配置差别，就是 i7 版本它有雷电4接口，i5 那个版本就是一个 USB 3.2A。为什么说大家觉得这个不太重要呢？是因为其实很少人会用到这个雷电显卡扩展坞，但是我有扩展坞啊。10寸的笔记本，其实啊，平时的时候能办个工，回家里的时候呢，我把这个雷电的显卡一插，外接显示器一接，配上 i7 标压处理器，那3A 游戏随便玩。所以呢，我一下就提高了预算啊，买了这个 i7 版本，其实也没有超过5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可以的。这个就是到手的笔记本了，可以看一下啊，还是原来那个红米的风格，中间就是一个 logo Redmi。和以往的机器比呢 ，A 面这个边缘的弧形直接去掉了 ，A 面边缘这个 R 角变大了，设计语言与新版的 MacBook 的进化基本一致。大平板的感觉啊，14寸啊，只要不玩游戏啊，可以说是黄金尺寸。我的上手感觉还是很轻巧的，就有点金属那种分量感，很好。这个做工大家看看啊，高水准。和小米高端笔记本比起来呢，我觉得唯一差别就是这个显示器啊，不是一块玻璃压成的。但是该说不说，这个 2.8K 的屏啊，该有的素质还是有的。sRGB 100%覆盖，Δi 小于 0.41， 120赫兹的高刷，全程 DC 调光，支持 HDR， 并且通过了杜比世界认证，还有一堆低蓝光认证。这屏啊，值个1000块钱没问题。摄像头和 MacBook 一样啊，有自动居中模式，咱们一会儿再说。这个可调背光键盘有，指纹识别有，还有一键开机自动指纹登录。小米特有的小爱呼出按键也在 ，A 口和 C 口都有，还有 3.5毫米的音频接口，不需要 Type-C 扩展坞，省得出门的时候啊还得老带个小辫子，麻烦死了。基础素质我都说得很细了，接下来咱说点大家可能会忽略的小细节，这些我认为很重要。这些细节其实决定了这个笔记本卖爆了啊！我觉得啊，说的不对，大家可以讨论啊。第一个小细节是这个 Redmi Book 14，它这个触摸板下面集成了一个 NFC 的标签，你用小米手机或者平板这么一刷，哎，直接就进入小米的妙享互联画面了。这个我觉得是质的提升啊，因为以前我想用小米妙享啊，要么在手机上下拉菜单进入妙享中心，要么呢你在电脑的右下角那个状态栏里边点进小米的妙享，然后还得点来点去的，这个很多时候就直接劝退我了。但是现在你这么一扫，哎，就连上了。我是真的愿意用这个小米这个生态了啊。妙享中心之前呢是可以共享小米那个蓝牙耳机啊，现在呢增加了共享键盘和鼠标，这样小米平板和小米笔记本之间共享个键盘鼠标就不用连来连去了，这个也得好评啊。还有你看这儿啊，还可以一键热点共享无线网络，这个功能也在红米上变得和 Mac 一样好用了。
第二个小细节是这样的，3到4千档的笔记本，通常咱们都会觉得厂商会在给你看不到的地方该省省，但是啊 ，Redmi Book 14却配备了双扬声器加4麦克风。大家会说了啊，然并卵，我也不用这玩意儿啊。这个配置你得搭配小米电脑助手的新功能来看。大家看这个新功能啊，字幕转录，这名字起的不太好，应该叫 AI 语音记录功能。你看我对着电脑说话，它就自动转换成文字，同时呢还能实时翻译。这你敢想？输完之后，除了可以保存文本文档之外，还可以保留原始的录音文件，这简直就是办公室社畜的保命利器啊！为了达成这个，所以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笔记本公司啊，才会强调更好的扬声器和更好的麦克风阵列。大家再看一下这个下面这块，麦克风降噪，可以只突出屏幕正面的人声，其他地方声音都给您消掉。在屏幕前面有多人会议的时候，它可以对距离比较远、声音比较小的人，智能分析、自动增益、自动消减噪音，这也离谱了啊！你在家里面开个会，偶尔上个网课啊，或者网上面试啥的，避免尴尬了有没有？这下边还有个扬声器降噪，其实就是突出电脑喇叭里的人声，把其他的杂音去掉，别人说了啥，让你听得更清楚了。人像居中，这不多说了啊！你看这个跟踪效果，职场利器啊，职场利器。这个笔记本的整个配置、特点啥的我都说完了，接下来呢，咱们进入第二环节，测试。这有啥可测的？这么说吧，无论是 i7 还是 i5，标压、办公领域所有应用都不在话下。但是玩游戏的话，最高也就是 1080p 低画质流了。玩个 PUBG 的水平啊，我用雷电4连接外置显卡，基本可以达到80%显卡的性能释放。i7 12700S 加上3070OC， 基本上就能流畅玩3A 大作。要说测试下来唯一的一个缺点啊，就是这个电池的续航。10寸的机子内置是56瓦时的电池，在小白测评那个评测里边，2小时耗电了45%，也就是说大致可以用了4个小时。这个笔记本我已经上手用了2个星期了啊，最后跟大家聊一聊它靠什么成为爆款。首先，很多小伙伴看到这个配置，特别是集成显卡加上英特尔的12代处理器啊，那很多人就得说了，现在都13代了，你还搁这用12代呢？那你肯定是不想卖了吧？这个事儿呢，我不是这么看的啊。首先呢，这个英特尔挤牙膏这么多年了，大家也都知道的。那12代跟13代，那就是 TikTok 的进程中的一个小改，所以13代事实上并不是12代一个本质的更新。当然了，你如果一个厂商卖12代处理器，性能对用户来讲呢，跟13代没有本质上啥区别，但是呢，你采购成本就可以降低了。比如说$50，那你整个整体成本就能下降大概500块钱，那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降低产品售价的一个取舍，一个办法。所以呢，这个红米的刀法，我觉得它又回来了，就是它其实啊非常有取舍的，在平台上你先做了一个取舍，用英特尔的12代处理器就解决了很多成本上的问题。当然了，发烧也会认为说那个12代处理器不是最新的，但是真正用户谁关心呢？对吧？第二个呢，对于集成显卡这个设置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精准的刀法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大量笔记本电脑卖出去，其实是给这种办公的环境或者是非游戏环境用。如果你配一个，比如说量机级的这个独立显卡，把不懂的人当游戏电脑买了，其实呢你是骗了人家，懂的人呢又绝对不会买，又费电又不如集成显卡本。那既然是定位14寸的一个超便携的笔记本，那你为啥不直接就把这个独立显卡这条路给它堵死了呢？对吧？就压根儿就不要这玩意儿就完了。设计的时候咱就没有这个，那不就更能便宜了吗？所以我觉得红米这次集成显卡其实是一个非常克制的行为，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然后看啊，如果像我一样选个 i7 版本，然后 i7 版本呢是带雷电接口，你如果真想玩游戏，你又不想买2个电脑，那简单，把笔记本盖这么一扣，插个雷电独立显卡，你就可以玩游戏了。外接显示器、内置显示器你随便选，然后呢，你却只投入了一份东西，这不是更好吗？对吧？这是我的理解。第三个啊，我觉得小米它在精准刀法基础上，并没有偷偷摸摸的搞减配或者在不该省的地方乱砍一通，它反而呢是很精心的在提升它整体的体验，在这个比较有限的成本之内，加入了更多的东西，或者说它能加入更多的东西。比如啊，我在视频里也跟大家说到了，
它的显示器其实规格是非常非常高的，基本上咱们美工买的显示器也就这个水平。但是网上也说了，这个可视角度不太好，是个大问题。但在一个办公笔记本里，这不应该是一个优点才对吗？对吧？你当然是正对着自己笔记本了，谁会侧对着自己笔记本？侧面看你笔记本的人，那当然是不想让他看到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啊，它其实的定位啊极其的精准，并且它没有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东西。再说这个摄像头，你看啊，我完全可以把这个笔记本的摄像头给你去掉，省个$10，对吧？但是它没有，为什么？因为办公嘛，视频会议或者是视频通话，这是一个硬需求，所以小米啊不但是没有给它去掉，还想办法提升了体验。比如说人像居中模式，对吧？人家这个麦克风是4个，为什么4个组成个阵列呢？是因为他想让你能够更方便的去和这个小爱同学沟通，可以用它的一些便利化的设置，比如说会助手的语音识别功能，我觉得这都是它非常好的地方。然后它即便是4000块钱，它依然是一个金属外壳。又有很多小伙伴会说了它这个金属呢，但是它是冲压的，这重要吗？对吧？还有比如说像这个指纹识别，还增加了在触摸板下面这个 NFC 接口，它的背光键盘也没有删减，然后就是这个英特尔 WiFi 6的无线网卡，也没有用 MTK 这种杂牌，甚至在软件层面上，就以前我用那个小米笔记本，我几乎不是特别愿意用它的那个小米电脑的助手还有这个小米妙想，因为用起来就不是特别的方便，老是点来点去的，就是你感觉就是没有手机用起来爽。但是你看它现在这一次竟然在 Redmi 上面更新了很多的新功能，并且是我以前小米笔记本那里面没有的。比如说小米妙想，你可以2个设备共享键盘和鼠标，这是第一次还有比如说应用商店，也是第一次出现在这个小米笔记本平台上面，被集成在这个小米电脑助手里边，也是一个4000定位的红米笔记本上，依然保留了杜比世界认证这个显示器，还有杜比全景声认证这个音频。你看它其实并没有因为这个产品的价格低，然后就省略这些体验方面的事儿，甚至在买这个 i7 版本的时候，还有英特尔 EVO 认证，对吧？你看它没有去省这些，本来能省的这些认证你可能都不太在乎，但真正用起来，这些细节可能才是你认定一个笔记本好用与否的关键。因为认证这个体验你得用起来才会有感觉，这些东西加起来可能就组成了用户里面认知里这个小米生态。这个小米生态呢，客观来讲它也是值钱的呀。比如说你买这笔记本，那它肯定得给我电源适配器对吧？那一个普通电源适配器才多少钱？但是小米给了你一个氮化镓100瓦的充电器，很细心的，这个氮化镓100瓦充电器同时支持小米手机私有协议那个55瓦的超级快充。那你买一个小米手机就可以买一个不带充电器版本的立省几百块钱。米报一个高规格的高兼容的充电器，可以给小米所有设备快充，这不香吗？你这不就是小米生态的一个价值吗？然后你看红米笔记本这个线就这个电源适配器 C2C 这个线，很多笔记本电源适配器这个线是不能拔掉的，但是小米它这线两边都是 C 口的，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把这线当成数据线，手机充电线，不用那么多线了，这也是一个生态的价值。那别的细节就更多了，比如小米妙想，你可以不用配对，就可以把你的小米蓝牙耳机用上。你买了什么小米鼠标、键盘，你也都可以用上。小米的手机可以跟你的电脑互联，你如果有小米的 Pad， 你甚至可以把你的笔记本的屏幕投到你的 Pad 上面去，然后你的电脑就变成触控的了。这些都是小米生态所带来的价值，你把这个价值算进去，对吧？那我觉得差不多得值个1000块钱。好了，这是今天跟大家聊的 Redmi Book 14，这应该不能算是一期评测，但希望能跟大家聊透这台笔记本的方方面面如果大家还希望看到更多游哥跟大家聊科技产品的视频，务必给我一键3连。再见。